社保新政激起了民怨沸腾，那又怎么样？中共不会停手的，因为他要补的窟窿多着呢。今天举个例子，那就是每年万亿级的对外援助，哪些家族用什么方式在这里边捞油水，那可是千亿级的大蛋糕啊！本质上，对外援助是一个华丽的镰刀，收割的仍然是中国民众。大家好，我是大卫，我们一起来分析新闻背后的真相。今天是美西时间8月17号，关于中国的社保恶政已经引起来的国内很多家庭负担一下就上去了。原来紧紧巴巴，现在可能打平都困难了。开店的一看，夫妻店都必须交社保的话，那还干脆打工算了。所以说，深远的影响将继续下去。这中共一看形势不太对，赶紧让那个人民日报出来维稳。他发了个文章，叫做大家不要误读这个全员社保。人们就开始想，还是中共屈服于民意，认怂了，暂缓了。当他读完这文章以后心里是哇凉哇凉的。这哪是认怂这是要硬干。这文章我也读了。简而言之，给你讲一下。他说，人们认为我们马上要启动全员社保，这是不对的，你误读了。而实际上，这种政策全员交社保法律在7、8年前就已经有了，现在只是我要把它收紧执行而已。你是因为这个误读的。好比武大郎回家一看，床上潘金莲旁边躺着一个人，盖着被子呢。人家的潘金莲说，你不要误读大郎他实际上不是在这歇一歇，他是来这办事的被子一掀是吧，赤身裸体，人家给你把底牌亮了，比你想的还坏。所以说老百姓你不要指望说这事儿能烂尾，它不可能的。因为排队堵的窟窿非常多。前几期节目我们已经讲到了，首先每年1100万人断交社保，你可以翻前面节目。第二个大窟窿是各地地方债挪用了三保去了，社保资金、医保资金挪过去了，还债去了。第三个呢，什么军费维稳今天我们聊另外一个，就是每年1万多亿接近于军费的对外援助。这个钱呢，它有时候藏在国防预算里有时候藏在那个其他预算里边，但明面上没多少。实际上中国在对外吹牛的时候，他说漏了，他是4年6万多亿，实际上1年不就是15000亿吗？这也接近于军费了。那我们就来给你扒一下这笔生意怎么对于民众，它就是一个优雅的收割。我们首先说对外援助是有历史的。中共得了天下，稍微缓了点气儿，有了点积累他就想着什么输出革命，名义上叫做解放全人类。他往外输出的还不是钱，主要是什么粮食和基础设施。一开始可能是为了输出革命，后来发现这里面有巨大的油水，而且能干这个活的人那都不是普通家庭，那必须得是红色后代。给你举几个例子吧。中国对外援助表格我看了一下，非洲50多个国家那将近占了一半了。另外呢是亚洲的一些穷国，每年1万多亿，这蛋糕怎么切的？我们必须得搞清楚。这个对外援助它以什么形式？表格我看了，中国对外有个援助署，无息贷款、有息贷款和基础设施基本上是这3项，而这个低息贷款占的份额很大，40%多。那你想想，这里面有多大的油水？对外发布它是有几个机构，什么国开行进出口银行商务部外交系统还有中粮部，这里边都有自己的自留地。那我们花钱的时候怎么赚这个钱？还是给你举个简单的例子。有个规律，如果是这个项目它是花钱的那就赚差价。如果这个项目像矿山那样的是能挣钱的，那我就入一股。
还是给你举一个简单的例子。周永康主政当常委的时候啊，他的石油帮就深刻的介入了安哥拉的石油。你看啊，他在对外援助的时候啊，安哥拉你不是啥也不会吗？是吧？只会这互相打来打去的。开发石油啊，我专长啊，哎，名义上是我援助你，咱们分，但真正入股的时候，那至少就有3方利益的。第一个是安哥拉方面的利益，比如你总统啊，或者是能源部长啊，或者说是这个油井所在的部落头领啊，他们算一波。第二个呢，是中国政府或者中石油、中石化什么，他们也算一股。实际上还有另外一个暗股，那个就是一些中间机构，名义上呢叫管理咨询、技术咨询，实际上那都是权贵的白手套。那你想，这种油井靠这种金矿，它每年产生的利润有一部分你要留给人家当地土包子，毕竟在人家地上发财嘛。第二啊，真正上交国家的实际上不是最多的，但大量的利润是被一些以技术咨询费的形式拿走了，而且这个钱呢，接收方往往是一些离岸公司，背景你不知道，那基本是华人的名字。你像周永康不是用他那个老丈母娘的名字吧，还有老岳父的名字。你说这70、80岁的老太太开离岸公司，这不就是一个洗钱的壳吗？当他拿到这个白钱，然后呢就买成了欧洲的房子、澳大利亚的房子，可能还有这个所谓的洋蓝蓝的包和这个跑车一回事儿。那人家是把这黑钱洗成白钱呢，在这个脉络我给你理一理，你就清楚，外援的钱是谁的钱啊？那不是中国民众的民脂民膏吗？你的纳税，它呢有一部分就是要外援的。那朋友们可能就问，外援这种事儿啊，你在付的时候大家不在乎啊，为了你获得这些什么国际上的支持，什么的台湾啊、涉疆、涉藏啊，你支持我，他也许有一些回报。但时间长了以后啊，在权贵眼里，这是一门生意，而且这生意的利润呢，比国内要大得多。那3倒2倒，而且它是没有监管的。给你举个例子吧，你像国家审计署啊，你可以审计这些对外援助署，或者审计一些中石油、中石化或者中铁建，你只能审一部分，你不可能派很多人跑到安哥拉、跑到那个赞比亚你去审计，你那地方安全都不太有保障，而且他按照当地的那个政策执行的公司，如果他有保密协议呢，你能看到的账目都是少数的，已经给你做好优化了好几遍的账，真正的利润是不会藏在这儿的。所以说真正的社保它要堵的窟窿非常多。刚才说的这个对外援助是一个，给大家举一个现实的例子，应该是在2019年吧，你像有一个非洲的所谓好兄弟叫津巴布韦，他那总统不穆加贝嘛，好像干了好几十年总统了。他在有一年财政部对外公布里，他说我们收到的对外援助就接收到对外援助是1.75亿美元，按说不少了吧，对于非洲一个小国。但是他把这明细给你列出来了，他说美国、日本、什么荷兰他们都是千万级的，但是他发现到中国援助多少，只有370万美金，那没多少钱，对吧？但是中共的对外马上通过这个驻当地领馆发了一个声明，说我们实际援助呢是1.3亿美金，你看这差的可就是整整50倍了，这钱跑哪儿去了？实际上中国国库出去的还真就是这么多钱，不然的话你官方为什么要发这个声明要不然账会漏。那对方为什么只收到300多万，这里边1亿多哪儿去了？这个蛋糕谁切呢？至少说经办人他可以切。我刚才讲到了，凡是玩对外援助的，名义上是央企，是大型国企，但当家人你查一查，那基本上都是红3代，或者说呢是500个家族的白手套之一，没有哪个白丁就能爬上去的。那第二个方面
当地的政府他也要分一部分。你既然让人家守口如瓶，你必然要出一部分封口费。对方既然背了这锅呢，人家拿个几千万，不很正常吗？那最大头不仍然是你自己国家洗出来的吗？在老外看来，这就是中国的权贵向自己民众优雅的收割了那么一刀，名义上非常好听，我们构建了一个人类命运共同体，共同体可是要花钱的呀，最终人家只得到了一小点，大多数又去澳洲买成别墅了又去这洛杉矶、西雅图买成豪宅了。事儿呢，它就这么事儿。实际上，除了对外援助还有个窟窿，就是现在要上马一个新的工程。我昨天还看了，叫做什么铁路，应该是叫藏江铁路还是什么铁路就是在边区搞了一个铁路。那我们就跟你聊聊据说这个投资会超过雅江大坝，那个大坝不是据说1万亿吗？实际上1万亿肯定打不住，这个据说就已经15000亿了，那可能2万亿也打不住。这个钱呢花起来，因为在全国的社保基金有一部分补贴，现在屁民自己解决吧，我有钱就开始搞工程了。无论是对外援助还是对内搞基础设施本质上都有巨大的油水可捞，但是招牌打得很好。一个呢是为了国家安全，为了防止疆独藏独，我们至少说从内地运军队过去，这不就长驱直入吗？对吧？一是为了国家安全，都是为你好，为了保持你安全的。他也不想想，像印度那国家能打过来吗？西边你除了印度还有哪个？那就是巴铁，对你形成威胁的没几个呀，你花1万多亿干嘛呢？另外中国老百姓他有时候就吃这一套，比如说他给你画一个巨大的饼，那饼你吃不到嘴里三峡大坝建设之初说了李鹏家族讲的，只要三峡大坝一发电，电费可能会砍到1/3。事实上，三峡大坝起来呢，电费呢，这不反而不降反升吗？这是事实吧？他现在搞的雅江大坝一个意思，他发那点电能维持一小部分就不错了，大多数这里边钢筋水泥都是巨大的利润。好吧，今天就聊到这儿，欢迎关注大鱼观点频道。